说这案子非得让我们2科来查吗？什么意思？蜀博的税务顾问不是梁小姐吗？这不是逼你们打擂台吗？这跟工作有关系吗？你看，他的研发费用都做了加计扣除，那我们要对他们的项目呀，要进一步的核实实质。如果他这里边有受托项目的话，并且有其他的公司支付了这个研发费，那这个蜀博科技在对其加计扣除就有问题的。那他们得赶紧准备资料才行。怎么还不来呀？我去催一下。不用急，你看资料吧你。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让2位久等了。还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其他什么资料吗？先坐吧，咱们坐下聊。啊，好。来，张姐坐。大家都认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我们看了你们提供的相关的这些财务资料，你们公司正在研发的这个悬浮电梯按钮的这个项目呢，在研发费用支出上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要你们提供关于这个项目的合同、立项审批、流程管理、风险控制，包括内部测试等等相关的资料。浩哥，郑科长，您说我们的研发费用有问题，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的项目怎么会有问题啊。郑科长，我们会把您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但是确实量有点大，能不能给我们3天时间准备？行，那我们3天以后再过来，你们准备好。师傅，你今天和梁小姐这态度，我感觉有戏啊。我发现你小子最近工作量真是没喂饱。刚接到稽查局的电话，说要到公司核实情况，让我们准备好悬浮科技项目的相关资料。你怎么说？我说我们公司负责人都去外地出差了，如果他们要来调查的话，就得改约时间。我想着趁稽查局在调查的时候，我们搞定融资，到时候就算稽查局查到这事儿跟数博没有关系，他也追不上我们了。我已经约见了投资人，你准备一下资料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看网上已经有人在炒作了，是你找人发的帖子。民企投资最看重的就是公司的声誉，如今这个事情已经对他们的合作有了巨大的影响。只要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就不怕民企不会选择我们。商场如战场，胜败各凭本事，数博也怪不得我们了。民企那边已经发来保密协议了，我们只要提交材料，他们走完尽职调查，这次融资肯定是稳了。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又出这么个事。舒博，别太担心了，这只是税务部门的调查，等调查清楚了就没事了。锦秋，这次浩哥来调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就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再说，我相信舒博这一次经得起调查，放心吧。那这几天
你就安心准备资料就好。下次浩哥来，我跟张姐来应对就行。真的不用。你抽空多休息，我真的不希望你太辛苦。好。从片子上看，肺部两侧和支气管都有感染，不过不用担心，孩子的烧已经退了。这是注射艾希亚生钠之后正常的一种副作用。怎么会有副作用呢？打第一针的时候没有副作用。上一次没有，不代表这一次没有。而且艾希亚生钠的副作用有很多种，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后期还会出现更严重的副作用。会致命吗？任何的副作用，如果不进行治疗，都会有生命危险。有一个患者注射了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重度血小板减少，就是大出血。哎，领导。喂，大可哥，我问你个事儿，这婉儿的住院费你是不是给交了一部分啊？看你说呢。科宝的收购呢，多亏了你，这笔钱是你应得的，啊，别跟我客气。婉儿现在怎么样？婉儿打完针已经好点了。哦，那就好，那就好。科宝现在是咱们的了，要往前看，今后的路还长呢。谢谢，这钱呢，算是我借的，我会慢慢还的。好，那我让老陆给你订机票。怎么说发烧就发烧？沈月，你该跟我们说呀。还烧吗？降下来了，36度8。降下来就好，降下来就好。沈月啊，哎，我看你脸色也不大好，我们替你值班，你回去好好睡一觉。一会儿明达来了，你就回去啊。不用，郑叔，你们大老远跑过来已经够折腾了，我真没事儿。我们俩没事儿啊。一会儿你回去。啊，那我去打点热水。哎，不用，阿姨，我去就行。哎，没事，小星。哎，没事，我去。你坐会儿，坐会儿啊。爸，婉儿她感染了肺炎，我和爷爷想在这边多陪她几天。那个，你能帮我跟老师请个假吗？那个锦秋，不知道你休息没有啊？是这样，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声。然后再摁一下这个搜索，就出来了。找着了。我去回个微信。我刚才听小新说呢，婉儿啊得了肺炎，好像还挺严重的。我想的是，我可能周末会去看她。你知道这事儿吗？怎么会突然得肺炎了呢？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也尽快把手头上的工作安排一下，争取早点去看看孩子。
琳达，小米，这个1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快递出去，地址你有吧？有。好。哎呦，这大周末给我忙的，一上午接了好多网红公司的电话呀、微信呀，洽谈工作。哎，你说这何超燕的影响怎么这么大？我是真没想到。你怎么看啊？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找一家正规的中介机构。那作为中介机构呢，就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还有道德操守，千万不能为了私利去侵害国家的利益。丹娜，咱们单信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机构。是，梁总说的对，有你把关呀，我们单信一定能沿着康庄正道大步前进。你去哪儿啊？婉儿的病出了一点状况，我要去看看她，但是今天晚上我就会赶回来。哎呦，这孩子的病啊，全家的命。去吧，公司有我，放心。好。林州，不好意思，刚下飞机，信息有点多。明达说你也赶过来了，咱俩的航班差了不到1个小时，我让明达别来接我们了，车我订好了，咱们直接去医院吧。好，婉儿怎么会突然得急性肺炎的？边走边说吧。没想到，这么贵的针还有这么多副作用啊！你是查到什么了？你看这儿写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呼吸道感染和便秘，严重不良反应肺部张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更为常见。凝血异常和血小板减少，包括急性重度血小板减少，患者可能增加出血并发症的风险。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明达没跟我们说这些，估计也是怕咱俩担心吧。他的性子你也不了解吗？算了，他不说，那咱们就当不知道呗。哎，来婉儿，看爷爷给你削的苹果，有意思吧？啊，哇塞，小兔子的，太可爱了吧？咦，哎，你别吃啊！这是苹果，苹果不就吃？那你吃了，小兔子就没有。是哈。楼下接你们呢，怕你们找不着。挺好找的。对啊，挺好找的。明达，来了。
锦秋阿姨，爸，你们来了，叔叔。哎，锦秋阿姨好。还有这个呢，来，婉儿，郑叔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2天感觉怎么样啊？还挺好的。这手怎么青成这样啊？是不是漏针了？啊，打点滴的时候啊，他调皮，动了一下就滚针了。疼吗？没事儿，这不疼。哎，锦秋阿姨，你看，这是爷爷给我切的，像不像小兔子？我觉得不像，但是我觉得你爷爷做的饭菜是不是特别好吃？想回新东吧，赶紧的，我也在新东等你啊！你得再教我打那个什么网球，好吗？好。怎么了？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回去的。哎，好，随时跟我联系。婉儿咳的，昨天是不是更厉害啊？啊，放心吧，今天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主要啊还是他的这个罕见病，我是怕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罕见病确实是挺麻烦的。你国外那个特别有效的那个针剂排着队的，对吗？排着呢。我觉得婉儿现在最需要的是补身体，合理的增强体质。治疗是一方面，心态也很重要。不过还好，我看孩子还蛮乐观的。你跟月月也要打起精神来。你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锦秋说的对啊，你跟嫂子啊，经常陪在婉儿身边，你们的状态最关键的，她都看着呢，你们要给她信心，给她做榜样。麻烦你们俩了，这工作事儿那么多，还得当天往返。晚上机票买了吗？刚好是一半。那婉儿，我们走了，再见啊！再见，婉儿。小七啊，你听爷爷话啊，功课别落下了。哎，爸，啊，你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机票我来给你订啊。啊，行行，走了，嫂子。哎，走了啊。路上睡会儿吧。走，我送你们。叔叔，那我们先走了。好，咱们进去吧。走了啊。哎，你跟月月自己也多保重身体。对，小心点啊。放心吧。哎，你刚才在那个医院走廊上，跟你赵叔聊啥呢？哦，没事儿，我就是给明达叔加油打气。哟，你小子还会安慰人了啊！哎，爷爷，你可别拿我们当小孩。其实我觉得吧，你们大人有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了，就会钻牛角尖儿。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婉儿可比你们大人成熟得多。你俩成熟，那谁幼稚啊？我觉得我爸、锦秋阿姨，他俩就挺幼稚的，是吧？爷爷，这人生总共也就短短的3万多天，那我爸和锦秋阿姨，他俩为什么就不能多前进一步，在一起呢？我们小新真的是长大了啊！看什么呢？我看看周边的环境。你说我这回来一阵了，看这周边，总觉得怎么那么不真实啊？你呢，就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想别的，想那么多，好吗？你看我现在手机小星也教的我差不多了，
这是新鲜玩意儿，我再怎么学也就是那样嘛。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再干点什么。你还想干点什么呀？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那倒是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着急，就是女儿啊。哎呀，女儿都这个岁数了，你说她一点都不着急。她身边明明有这么好的小高，你说，人家公司办得这么好，人品又好，对她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哎，她偏偏不喜欢，说是没感觉。你说这孩子他到底想什么呀？他要失去这样的好机会，以后还能找谁啊？这么知冷知热的人。其实我担心女儿，就担心这一点儿。另外，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你说啊。前2天啊，我见到郑浩他爸爸了。行，别我一提这事你那么紧张，你放松一会儿，你先听我说，好吧？啊，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那天突然那么一见，觉得还是有点尴尬，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个结没解开。其实仔细想一想，当年那件事还是怪我，你不能怨人家，人家是公事公办，对不对？再说了，我在里边这些年，郑浩帮了我不少忙。你看我这回来了，也没惦记着见见人家。你大度，你宽容，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心结是过不去的。其实啊，我担心女儿就是担心这一点儿。我是怕女儿怨恨我们，也怕郑浩有什么误会，总觉得亏欠我们什么的。对了，我听小星说啊，他们2个人其实现在都还有情感。反正不管他们俩怎么样，我保留我的意见。但是，我可以尊重你的想法，我听你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想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嘛，别让大家心里有阴影。我们总得站出来表个态吧。所以说，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跟郑浩他们家人郑重的吃个饭。啊？哎呀，出来挺长时间了。有点冷。大楼突然全起来了，哎，那就是我走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楼，盖了好多幢了。啊。喂，你好，这里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您是曲宁女士吗？是。是这样，您之前提交的检举材料有一些问题，需要您来核实一下，所以希望您后天下午2点半到我们市稽查局检举接待室。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在外地去不了。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现在正在开会，稍后联系你。
应该是查到合同是假的了。让他们查，我们这边拖着就好了。我们先去会议室等着民企公司的李经理吧。我确实没有想到，原来悬浮技术是你们的。我看你们的计划书跟销售都没有问题，但我需要你们提供你们的技术文件。按照协议，我没有办法提供技术文件，这是公司机密。王总对之前关于数博科技公司的决策感到不满，所以这次专门嘱咐一定要找专业的人进行核查。当然，我们会签保密协议。如果您不提供，我们就不愿意再冒险了。好的，没问题。要不我们两边同时走流程，您准备相关的法务文件和资料清单，我同时提供公司尽职调查方面的资料。还是等技术文件核实过了再说吧。你还记得数博科技李玲吗？当时我们做技术对接那个。我记得。他被开除了，下个月离职。我们需要看一下你们这5笔支出的会计凭证，请帮忙找一下。好的，请稍等。哎，我和你一起去吧。行。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悬浮电梯按钮项目是由瑞星科技委托你们公司进行研发的。那对应的研发费用不能用加期扣除，你们涉嫌了少交税款。委托我们公司做研发？不，这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跟瑞星科技公司是合作关系，不是委托关系。再说了，我们跟他已经终止合作了。高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公司一直不能提供你们跟瑞星科技的合同。这份合同我们也找了很久了，怎么样就是找不到，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可是，据我了解，你们公司和瑞星科技签订的合同呢，是委托研发，而不是合作研发。这不可能。我们当初签的就是合作研发合同，不信你们可以去瑞星科技做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悬浮电梯按钮项目的研发费用，每次都是由瑞星科技公司转账到你们公司的，这非常具有委托研发的特征的。那你们怎么解释？我也不想数博科技以这项技术拿到融资，毕竟当年我们双方为了这个技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的。但是他们说换人就换人，我的小组4人啊，只能干到这个月了。我们这次拿到融资，只差软件的核心代码文件，你知道在数博的电脑里吧？你想让我去考？窃取文件可是违法的，而且我已经帮你销毁合同了。拿到融资，我可以让你负责整个北美地区，这是我之前答应你的。现在只差这一环，而且他们公司现在处理税务问题都处理不过来呢。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
用不着这些，我一向说话算话，只要拿到我想要的。进来，老板。开哥，哟，知道你喜欢盆景，给您拿了一盆。我的天哪，太漂亮了！来，给我！哎呀，好看！哎呀，太漂亮了！之前呢，婉儿住院，您帮着找了医院的人，后来还给交了住院费。哎，我一直都想对您表示感谢，也没这个机会。哥哥应该做的啊！你这个盆景选得好，有那种文人的风骨，漂亮，真是漂亮。还有，我呢帮着科保写了一个3年的咨询方案，您有时间看一下，争取呢3年之内每年可以有30%到50%的利润增长。有时间您看看。我相信你这份规划书非常好，但是这么好的规划书，应该由你这样优秀的人才来管理和实施才对呀。你是不用马上来回答我的，这份东西我会仔细的看，我的提议也希望你能想一想。进来连门都不敲啊？你拿坤叔的命又换了什么？我听阿水说，几次让你做事情你都不愿意，我以为你对新东的生意没兴趣呢。他干那些事儿，是个人都能做，没挑战。为了个男人，至于吗？这是阿水从展艺那儿拿回来的，照片拍得不错，拿回去好好看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再看活过来，别动，忍一忍啊，稍微忍一忍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现在叫唤，不要一下课就去打球，你还不听。爸，我知道了。球拍没收1周。不要啊，爸，不要啊！我都跟同学约好了的。约好怎么了？约好了也不能去打了。今天，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得好好养着，这周就好好学习吧。不要啊！不要啊，爸，爷爷。行，先晾一晾啊。
我上次因为有事儿没能来现场，但是高总都把情况跟我讲了。关于郑科长提出的每一次研发费用是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科技公司，这是因为两家公司在合作初期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叫瑞博的基金，并且双方都商议好，当需要使用研发资金的时候，就由这家基金进行打款。可当树博科技需要使用到研发资金的时候，基金管理人没有将钱款直接打给树博科技，而是先打给了瑞星科技，再由瑞星科技转账给树博公司。因为每次的数额都是正确的，一分不少，所以高总也就没有深究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有人故意在混淆资金的来源和性质。第二个事情是关于合同，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现在双方签订的合作研发的合同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根据高总以及当时在场人士的回忆，双方签订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而不是委托研发。这个你们也可以到科技主管部门去查一下，当时应该是做了登记的。对，这个我们已经查过了，当时登记的确实是合作研发。还有关于您刚才说到的资金问题，我们会去调查核实的。好。谢谢你们的配合。辛苦了。那就是举报人伪造了一份假的合同。证据显示就是这样。那就是说，他们双方成立了共管基金，这个钱先打给瑞星科技，然后再由瑞星科技打给了树博科技。那这样看上去，就是瑞星科技单方面支付了研发费用，是这个意思吧？是的，我推测呢是有人故意为之，这同行业的恶性竞争呗。树博科技呢本来是想通过这项技术呢打开海外市场，这瑞星科技啊想拖慢对方的融资节奏。那这两家公司是在竞争吗？瑞星科技早在去年7月就解除了跟树博科技的合作了。那这是恶意举报啊！恶意举报最可恨，简直就是浪费我们的办案资源。你说这案子来了，我们能不认真调查吗？这样，先把证据收集齐，然后尽快上会说明情况，好吧？嗯。各位，这就是我们最新的悬浮电梯互动系统以及最新的人脸识别系统，它们主要针对特殊的楼层，给一些有特殊权限的人使用。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人脸识别功能，它拥有最强大的生物芯片以及最精密的计算方式。现在公司把所有的财力物力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小组的研发中去了，所以你小组的项目只能暂停。这个项目有一些漏洞，他们觉得安全隐患太大了，所以他们想换另一个方案。张姐，法务部说那个合同怎么都找不到了，是吗？对呀，单单就那个合同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唉。锦秋，张姐，加班辛苦了。想吃什么宵夜，我去买。不用麻烦了，高总。啊，要不这样，你们想吃什么，我去买。不用不用，你们都忙了一天了，我正好下楼去透透气呢，我去买就好。那就谢谢了，高总。麻烦帮我带点热乎的吧。行。锦秋，你想吃什么？我跟张姐一样就好。好，那你等我。
我知道，今天晚上肯定可以给你。累一天了，张姐，咱们估计今天得通宵了。你要是累，就先眯一会儿去。那就只有麻烦你先准备着，20分钟以后你叫醒我就行。好，辛苦了。好，再见啊。喂，景乔。在忙吗？哦，我刚从单位出来，准备回去呢。是这样的，小新跟我说他的膝盖受伤了，他明天不是还要参加比赛吗？所以我就给他买了呼吸，还有一些擦的药。我本来是想今天忙完了，我自己给他送去的，但是估计今天我得到很晚了，所以我想问问你，方不方便到树博来取一趟？好，那我现在就过来啊。哎，好。110吗？这里是树博科技。
谁？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浩哥，你不能动他一把给我！赵凯，别逼我！你没事吧？跟梁小姐取点东西，然后后来我们从那个电梯出来以后，大概就到这个位置吧，就发现里面有动静，后来就发生了晚上你们来的那个，手没事吧？手没事，割了一下，这就是他们。梁姐是大学同学，然后后来我进了税务局，她出了国以后回到了好的。那您跟梁小姐的？郑先生，哎，还有2个问题呢。好。那个李玲虽然是被抓了。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还有同伙。你这2天出门啊什么的，上班啊都要注意点安全，还小心一点。明天我会找一趟那个张警官，问一下他们那边问询的情况，我会同步给舒博。早点回去休息。今天多亏了你，谢谢。手还疼吗？没事。哦，对了，给小新的护膝你别忘了给他。我会的。那我走了。对了，锦秋啊，如果这2天有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到家发了个微信啊。好。
喂。喂，秦秋啊，你今天挺好的吧？放心吧。你怎么样啊？今天伤口还疼吗？没事儿，都忙了一上午了。那就好。哦，对了，那个昨天晚上，后来舒博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他跟瑞星科技的那个合同备份找到了。哦，已经交到稽查局了，上午已经核实了。这次的事件是恶意举报，舒博没有问题。瑞星科技那边的负责人也受到了处罚。那太好了。警察那边也有消息了，是瑞星科技的人指使李林到树博偷的专利文件。跟我想的一样。瑞星的那2个小姑娘，我看着人挺聪明的，真是可惜了，聪明用错了地方。很多人都以为违法是诚实的捷径，可恰恰相反，反而是走了人生的弯路。是啊。你今天去树博吗？对，我回来取完文件就去树博。你呢？今天忙吗？我在回单位的路上，今天有很重要的会要开。那你先忙，回头联系。好，那你小心点啊。喂，冯总。哎，英达，刚才科保公司的赵经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让我这里派一个人到他那儿去考察一下。哎，我正好要出差，你看，要不这样，你帮我过去一趟，行不行？哎，英达。行，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吧，我下午过去。哦，好，好，行，我马上转给你啊。这些是尽职调查需要的所有资料，还有专利文件。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你明天就可以直接交给李经理。如果调查的结果跟咱们之前讨论的相差不大的话，那投资人在拿到报告以后就可以签订最终的投资协议，并且就可以打款了。辛苦了，那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庆祝一下。等签完最终协议吧，到时候叫上张姐，叫上所有人，大家一起好好庆祝一下。我先走了。锦绣，对不起，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不在你身边。没关系，都过去了。我不是也没事吗？你可能不知道，那天我让你休息，不让你参加税务调查，其实是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嫉妒。我不想让你见到浩哥。叔伯，对不起，太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树博科技呢，是我看着一手起来的，把它交到别人手里，我会不放心。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关系会让你，那我选择离开。我会帮你物色其他合适的人选。不是，我明白你放不下浩哥，浩哥也放不下你，但我知道我自己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的。我以为时间久了，你会接受我，直到那天看到浩哥奋不顾身地冲向你，在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景秋，我不希望我的感情变成是你的负担，因为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幸福快乐，即便这个幸福里不包括我。所以，我想好了，我还是回到朋友的位置，因为我想做你永远的朋友。谢谢。这一杯啊，我们两个人得好好的相互敬一下。哎呀，终于把这个科宝给夺回来了，让我出了一口恶气。能让肖总乖乖就范，冯总有手段，服了。哎呀，无非就是大蛇打七寸呗。坤叔那事儿，警察已经查到他了。他这个人啊，就是太嚣张，那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真是，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抓住把柄。没错。哎，明达现在什么意思啊？算是正式跟你合作？他这个人啊，有时候愿意用表面上的一种清高，掩藏自己的内心。你要知道，这个人的脑后是有块反骨的。那您把科宝交给他，能放心吗？万一再给你搞出点什么差错？如果我要是希望科宝出点错，敬你。这个就是爱元科新给我们的案子，多元食品公司。多元食品公司呢是有限责任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多元食品公司它是多宝园旗下的子公司，专门从事生产和销售自热小火锅。多元大家都很熟悉吧？早年以生产方便面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市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了。短短3年的发展，多元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占据了我们市素食小火锅的60%的市场份额。大到综合商超，小到小超市、便利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产品。但是，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我们发现多元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大家请看，红色线为食品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蓝色线是多元食品的增值税税负率。通过比对，不难看出，多元食品的增值税税负率远远低于食品行业的增值税税负率。他们每年年平均税负率只有2%，再加上这2年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他们的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00万。那么他们扩大规模以后，现在的资本规模是多少？5000万。1000万。这家企业机构庞大，产品多，部门全，查起来不容易。这个案子上面很重视，
所以我们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检察1科和2科共同协作完成。咱们税务执法工作量大，面广，所以我提醒大家，在稽查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因为不当的执法，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大家都明白吧？明白，明白，明白。各位领导好，我是多元食品的财务经理，我的名字叫郝仁。这是我们的证件。哦呦，两位科长好，两位科长好，里面请。这边请。领导，这是我们的2位会计，这位是出纳，需要什么尽管吩咐。看来多元公司为迎接我们来做了不少准备啊，而且准备得很充分。郝总啊，是这样，我们还想去生产车间看看，方便吗？哎呀，这距离可有点远。没事，我们有时间。您看是找个员工带我们去，还是您给我们地址，我们导航去？我呢通知工厂，让厂长来迎接您，全力配合您的工作，怎么样？好，好，我安排。开始吧。好，全力配合啊。郝经理，平时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哎呦，那可太多了。首先是财务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制定财务方面的一些管理制度和有关规定，并监督实施。科长，您看，这就是成品部。孙厂长，我们还需要领料、投料、生产成品、质检、入库等等这些资料，麻烦您帮我们准备好。欣欣，你配合一下孙厂长。张璐、小王，你们就在这个成品库房先调查。孙厂长，我想去生产车间看看。郝经理，你肯定知道，帮公司主观隐瞒、偷税漏税的情节，涉及金额够大的话，有可能是追究刑事责任的。知道，那我当然知道了。哎呀，这点您放心，我这个人呢，人如其名啊，好人呐，是不是？这柜子能给我打开吗？小陆，怎么样？科长，我真不行了。您说的通过包装物来核实产量信息，我觉得行不通啊。你看那个上面我记录的，上面光小规格包装都有38种。包装袋构件量大，规格复杂，而且包装用量与成品计量单位对应关系复杂，连包装的计量单位也有好几种，确实难以从包装用量推算出产品出厂的具体数量。怪不得那个厂长从我们进来之后就一直很淡定呢。欣欣，原料包有没有什么问题？有，这是我算出的数据，这个发料包的规格是不同的。为什么多元品牌在扩大了品牌效益以后，这增值税的税负率却不如几家比它低的品牌啊？郑科长，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个品牌啊的效益，主要是靠广告。这广告打好了，品牌不就有名了吗？哎呀，在这里啊，我也得做检讨。去年这个广告投入量有点大，回报平平，不尽人意呀。准备很充分啊，经验也足，不愧是大公司。是。
所有的资料清点完毕，准备打包。麻烦您在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上签一个字。啊，好，我签字盖章。对了，我还需要一份你们人事部的人事花名册。人事，就只要一份花名册。哎，好吧。哎，那个拿。哦。孙厂长，据我所知，这种燃料包应该是一盒配一个吧？啊，是这样的，一盒就放一个，放多了它不安全。哦，那是不是咱们生产了多少小火锅，就用了多少燃料包？可以这么理解吧？是。那就不对了，你们每个月要购进5000箱的燃料包，按照这个计算，你们理应生产出300万盒的小火锅，但是你们的产出记录只有200万盒。你看，这个呀，虽然说我每个月进了5000箱，但是并不等于我就用了5000箱，对不对？有道理。进了5000箱，并不代表用了5000箱，那也就是说剩下了。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我刚才大概估算了一下，你每个月至少剩1000箱的燃料包，这燃料包的规格有50到120克布的，平均下来，一个燃料包的估算体积为110.5立方厘米。按照现在的产出记录来看，这每个月至少要剩100万个燃料包，这1年累计下来，至少可以堆满一个300平的仓库了。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很多都坏了。怎么会坏呢？因为这个呀，我们都是从外面买的，很容易坏。你看啊，在运输途中损毁了一些，储藏不当又损毁了一些，包装的时候又坏了一些。我们对这个产品质量是要求很严的，在包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点小问题，我们就不会用。这样你看，这加一加，减一减，就是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数字。能差这么多啊？这可是1/3的损失量。哎呀，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实在是它的质量太差了。当然了，我们也有管理不当的地方，反正就是用一些也坏了一些。哎呀，太遗憾了。这要是不坏的话，你们得多卖出多少小火锅啊？是。可这都是非正常的损耗，按照税法规定，增值税的进项税是需要转出的。企业所得税嘛，你们没有进行纳税申报，它也是需要补税的。哦，是这样啊。那么就是对税法不太懂，多谢您的提醒。要不这样，我马上跟财务沟通一下，让他们该调整的调整，该补税的补税。好，那孙厂长，今天就先这样，谢谢您的配合。李克，那这些资料我们就先带回去，希望您能理解。可以，应该的嘛。这家小火锅厂果然有问题，非正常损失这么多，必须转出进项，企业必须补税。也不知道政科那边查的怎么样。你真的以为他们是非正常损失吗？对啊，刚刚对方也承认了呀。那我问你，他们这燃料包损耗有这么大，如果是自身产品质量的问题的话，那为什么不找生产厂家索赔啊？还有，如果是火锅厂自己管理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问题持续在发生，没有得到解决？欣欣，你想啊，他这燃料包能把水温升到100多度。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对于我们国家严格管控的食品行业来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中了他们烟雾弹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继续追问下去？他是一个管生产的厂长，你问他财务上的问题，他一点都不惊慌，对答如流，说明他们早有准备。而且准备得很充分，再问下去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了，中了对方的烟雾弹还沾沾自喜。哎，你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你能够第一时间反映出他们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需要调整，很了不起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对他们所有生产流程的细节，还有销售模式的特点没有掌握。我们后面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疑点逐一的搞清楚。凭我的经验，他们一定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但最重要的是找到证据，都会了。怎么样？人走了吗？走了。按照我们事先演练过的，只带走了外长，别的什么都没发现。只是什么呀？他们突然要走了人事的花名册，另一组人直接去了工厂。可能他们对我们公司踩过点儿，我没拦住。没事儿，拿走就拿走吧。拿走了也没用，其他的事儿我都已经找人安排好了，放心吧。科宝的名字已经改好了，经营范围也增加了，法人也变更了，全是按照您的意思办的。现在新公司的名字叫启科。啊，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那咱们启科现在如果要继续往前推进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从考察的结果看，没有任何问题。明达，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您这么信任我，把事情都交给我，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启科我会把它变成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的公司。那接下来在技术和核心人员上，我也会做安排。那行，明达，启科的事情你放手去做，我支持。都在呢，小火锅来了啊！哎呦，今天晚上宵夜有喽！哎，什么宵夜呀？这是我们买回来研究用的。研究？你不吃怎么研究嘛？物尽其用也是一种研究，是不是？是啊。这多元的账本还真发现不少纰漏，其中就包括这个小火锅食材的。吃吧。等会儿。但是不能白吃啊，一边吃一边得弹出想法来啊！谢谢李哥，谢谢李哥。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挺辣，看不出来。哎呀，这多元公司也够狡猾的，故意模糊计量单位，让我们没有办法摸清楚他们的具体数字，而且竟然还放出了内部损耗的烟雾弹。我们翻阅了多元公司的申报记录，发现他们没有申报未开具销售发票的销售收入，跟一般的情况不符。对啊，他们的产品主要销售给超市，还有私营企业，还有个人批发商。有些批发商他们都不要发票的，所以肯定啊，他们有没有开发票的销售收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啊。我看呢，就从销售部入手。虽然都知道是美化过的外账，但是再查一查，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漏洞。也别光去销售部，也应该去市场逛，把他们的大小经销商都摸清楚。公司、工厂、销售终端，这三者打通，案子可能就会有新的进展。也没有那么乐观。啊，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休息啊，太晚了。谢谢李哥。走了是吧？哎，其
骑车慢点啊。好嘞。走啦，李科。慢点啊。走，李科。哎。那你也赶紧回去吧。没事，你先回去吧，我把这些数据再汇总一下。那我先走了。行。明儿见啊。张璐、小王，郑哥，辛苦了这2天。不辛苦。哎，你们理科是整晚都不回家吗？有2天了，前2天我来拿材料，他就睡在办公室。哦。走，丹丹，安保食品的麦总我约到了啊。哦，太好了，什么时候啊？今天下午。今天下午你不是去医院做产检吗？你就安心的去做产检，跟他们约的事儿我来跟进。哦，景秋，安保食品的服务合同还有1个月就到期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别有什么变数啊？要不然我去找趟麦总吧。不用，你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我知道你的顾虑，我会谨慎对待的。我当然相信你的专业了，只是你有的时候要……知道了，你不就是想说8面玲珑左右逢源吗？放心，交给我。那有任何问题，你一定要及时联系我。好，挂了。小米，通知大家10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把安保食品去年还有今年的资料都准备1份。再给我准备1份他们公司竞品的所有资料汇总。好的，梁总。早，郑科。早，都挺早。早。理科第一个来的。有没有回去啊？查不清楚，睡也睡不踏实。谢谢。把你们的调查结果再给郑科汇报一下。我们从多元食品厂拿了关于燃料包的数据回来，他们的货损的确是没有厂长说的那么多。我们还问询了其他几家购买这种燃料包的厂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损耗。这是我们整理的资料。所以啊，我们猜测全是对的。他们所说的损耗的话，肯定另有隐情。看来我们还是按原计划继续进行调查。这多元公司产品繁杂，要从中抽丝剥茧确实不易。洪姐，咱俩是分头吧。好，你呢去查他的销售情况，我带人去商场、超市再走访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好，没问题。你说咱们要是有他们所有的人事资料就好了，我倒要看看他们销售部有多少人。我这儿有。可以呀。来，作为交换啊，跟这个。这是多元工厂所有的资料，上面有他们产品的名称和规格，你们可以对比着调查。我今天打算让熊毅整理出来呢。熊毅，李科把你的工作也干了啊。谢谢李科，您以后要是能有需要我的地方啊，随时吩咐。你放心，需要你的时候我不会客气的。好。欣欣、小王、张璐，咱们去销售部。好。好。郑科，我们先走。好。李科再见。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的重点是超市和个体小店，还有24小时便利店。熊毅，你跟小李，你们俩去个体小店和24小时便利店，我跟高鹏去中大型超市。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辛苦一点。出发。好，明白。杨总，我这有点公事啊，先挂了。又怎么了？税务局今天又要来，他们一会儿就到了。那天不是刚来过吗？怎么又来？
不是一拨人，是前几天去工厂那拨人。你慌什么呀？咱们依法纳税，他们能查出什么呀？不是，关键是这次要查的是销售部。